久不见，好久不见，我那边招呼一下啊！好，哎，你忙，哎，西瓜，舅舅，林雨森，哎，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最出挑，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咱们去招待。哎，不，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老盛总来了。老盛总一向低调，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哎，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哎，那个年轻人是盛行杰，长子长孙，直接交第3代了。哎呀，本来是有点悬念的，现在悬念揭开了。什么悬念？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我们老董的外孙，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哎，居然解决了，升得也快。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行杰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回来要好好聊一聊啊。我就怕他回来啊。哎，你们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嗨，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资，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再怎么样啊，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啊，不过如此。哎，老姜，声音小点，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好。林雨森，西瓜，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我猜，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
江叔叔好，哎，又见面了。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哎，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还都不说呢？哎，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哎，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拜个寿。哎，好。外公，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哎，盛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不行，祝您越来越年轻，在叱咤商场的30年。那不成了老妖精了？这是我女朋友西光。哎，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哦，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2年前在无锡见过。对。又漂亮了。女大18变嘛。玉森快30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吃饭。好。好。玉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哎，咱们一会儿见啊！好，一会儿见啊！哎，这谁啊？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他们的女儿。是啊，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刚刚好多人在看我们。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唉，谁不是呢？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i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i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 曾经志在必得，如今志不在此。希光，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了那碗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我来啦！怎么那么兴奋？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没有哎，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地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至今没测出临界值。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别翻旧账啊，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脸怎么这么冷？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我有个唐突的提议。什么？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江风寒冷，
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主人热情行不行？有多热情？这个问题，哎，我不是，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走吧，带路。走。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待会儿吃，先看照片。那去书房。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复习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有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你们的课这么满吗？医学院是这样。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你想说吗？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
但可能要很久。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不是有12点的门禁？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你可以连载。谢谢。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时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进入盛源半年，
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别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弥补，心情平和了。我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特别厉害。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不可能。这么肯定？就是这么肯定。好。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
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对，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她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盛远还不是你们一言堂。明天把雨森喊过来。好。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只有再见。再见。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丽叔。好的。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什么？每次下车之前，但是，如果我们一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希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我走了，拜拜。意思
森，对，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好，那麻烦林总了。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行啊，小聂，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好，我把花篮放了进来。好。好神奇哦！嘉宾居然一眼相中，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为什么呀？难道？英姐，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说，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感。啊？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暂时没有了。啊？王总留步，你先忙吧。好，那就不送礼了。电池和组装生产线，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实验室在电池厂里，我们现在就过去。我最感兴趣呢，就是这个流光花园。哎，西光，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没有，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你看，你看，还谦虚上了。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把事干好，这还不了不起吗？哎，舅妈，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你偷偷摸摸的，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吓了我一跳。我和你妈学你啊？学我啊？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吓你一跳？给我惊喜。然后小油上壶啊。399，我在外面吃饭。卤鸭、盐水河虾。我知道了，谢谢399提醒我。好，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这个桂花鸡头米。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对。最后一人一碗三虾面，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够了够了，我们节食呢，这些已经吃不掉了。也是，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就这些吧啊。于森，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是。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直说吧啊。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知道什么呀？跟我们有关。小林外公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林，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难道希光爸爸不同意？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为什么呀？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希光，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而且你可以放心，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就一定会完成。那好吧，那看看情况再说。其实相比起来，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
什么？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哎呦，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那叫习惯了吗？所以，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可以是可以，可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了2根木头。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你就不完整了呀。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那我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1根木头都没有少，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那好吧，我知道了，下次再改。还要等下次？对，我先走了。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看我心头像，藏好了。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老板，还没下班吗？在等你一起吃晚饭。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姐他们一起吃。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要走了吗？我去关灯。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shadow fades away. 除了下车要亲一下，下班也要吗？对，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我不需要兄弟时光，和你的闺蜜们改个地点，然后买单。不行，他们都买好东西在等着我了。这样，那你多迟到一会儿。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2天的原因。对呀，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可是好像牺牲了我。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啊，来，你还要再做一次吗？今天不用了。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野猫？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3只小猫在溜达，一家4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嘛。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呀？说不定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妹。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换个脸熟。陈阿姨，我们今天吃什么啊？今天吃火锅啊！你们找到猫了没有？找到了，可是雨森一靠近，人家就跑走了，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是不是饿了呀？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马上就弄好了。要的，哎，谢谢。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哦，够了。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对呀，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你的大学同学思亮，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思亮，喂，习光，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哎呀，刚刚说漏嘴了。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我正好闲着没事嘛，我就叫他来陪我。闲着没事儿是吧？那正好，明天晚上我过生日，请大家吃饭，你一定得过来。哎，来嘛，这不正好顺路吗？蓉蓉有事儿来不了，你再不来，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好吧，那你生日宴几点啊？在哪里？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那明天见了，我去通知别的同学。好。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
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1小时起码1条。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这么多要求？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要，任凭聂小姐差遣。到了。玩得开心。晚点见。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都跑到这儿来找我，生日宴上不开心？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席教授他们打个招呼？啊？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赶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坚贞廉洁的美男子。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谁说不是呢？这不是程瑞的沈总啊！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沈总是西光的舅妈，她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哎呦，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你呀，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硬币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挺直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了。邢姐，西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原来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不也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嘛。你看，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特别阴阳怪气。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元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标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申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缝插针，自吹自擂。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江瑞，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它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不堪一击。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羔羊卷，牛肉卷，牛肚，还有冰淇淋，好可爱啊那个。这个，这也太大一桶了吧！这是比我脸都大，不行不行，吃完胖死了。走走走走走。
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龙虾好像不错，买一只。今天阿姨不在，你会杀吗？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那要2只，波龙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1只。2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我发誓。行，你好，麻烦要2只波龙。我们要那2只打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长河顶的。好。你来处理食材，我弄锅底和调料。可以，我的手加糖。知道啦。你不是说你会吗？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码，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你看这个。会了。雨森，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哎，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吃1只？我是吃了1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拿来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